大家好，一涵好。段医生好。这样我也是第一次连线，我先试一下效果。手好的。机这里我这还没出来，我看一下声音效果没问题，咱们继续，有问题先调一下。好，我电脑这儿听您的声音倒是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电脑这边你听的声好，音。我电脑行，我听到没问题，那咱们就开始吧。好。那天你是说，想学中医是吗？对，然后我跟观众，然后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我和段医生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巧合来做这个连线哈。就是那大家都知道，我通过老王带货之后呢，就很多客人来找我看紫微斗数的命盘。那在看命盘的过程中呢，你肯定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这个客人。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客人，我们大概就聊起来他的这个职业。他就跟我说，他是在休斯顿做那个针灸治疗不孕不育的。那这是我第一次超出我想象，可以用针灸来治疗不孕不育。因为通常我在听到针灸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什么正骨类哈，就是腰酸背痛，我们去扎针灸，从来没听说过就是针灸它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那当时是蛮吸引我的一个注意的，所以跟他有简单的聊了一下。那在我看紫微命盘的时候呢，有一颗星耀，它是很具代表性，这个医药相关的，那就是天梁星哈，在紫微斗数里面，它也叫医药之星。所以我相信段医生的命盘里面，要么您的命宫、福德宫、官禄宫，一定会有一个天梁啊，这是我的这个命盘数据哈。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大概了解到这个针灸治疗的这个效果和领域。那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有其他客人再来找我看命盘，有一些是面对着一些职业规划的迷茫，或者是想要换跑道、转跑道。如果在他的命宫、福德宫或者官禄宫里面，我有看到天梁星的话，我就会想说，你要不要尝试去学一下针灸？毕竟这是一个技能哈，然后不受年龄限制，它不像是说你一定要完成什么大学专业。就我的意思是说，也一定要走那种什么高考毕业了，然后统招的，就是说你不受年龄限制，你想学的话，依然是可以从事这个技能学习的。然后这是我在给其他客人做的这个职业规划的建议。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就起心动念的在想，我的命牵线里面也有天梁，其实我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当然，我的大学专业学的是心理学，它也和天梁相关哈。那我就在想说，我又研究命理，我又有心理学的基础，然后我在国外，它又是一个在医学界相对来说是比较得到认可的，因为我们要去做针灸师的话，你还是要考执照的嘛。那包括我们这个国外的医疗体系的系统里面，你还可以走医保，就是针灸是可以报医保的。我在想说，我自己要不要把命理和针灸结合起来，身心灵得到统一？所以就有了这个起心动念，想要去了解。然后我原本之前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要问问段医生的建议？但我想说，不要打扰了吧。其实这个东西你 Google 都查得到，问 AI 也可以。其实那个路很明确的方向是在哪儿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荣格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共识性效应就发生作用了啊，这个量子纠缠就开始了。然后段医生有一天就突然给我发了信息，告诉我他开了这个频道。我就想正好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问一下了。那段医生就说，要不我们就做一期节目啊，你也在这个节目里面回答我的一些疑惑，然后分享您的经验，然后其他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期节目里面可以学到关于针灸这个行业从业的一些启发吧。对，这就是这个节目今天会连线的这个机缘巧合。这真是太巧了。我就开这嗯个频道，其实我就一直记着，原来是你在我朋友圈里边问过这个问题，就说
这个枕头应该怎么调、怎么挑选，然哦后还给你哦，录了一个视频嘛。对然后其实早就对，录了，但是频道这个研究半天才弄明白怎么发，就才刚发出来，就赶紧跟你说了一下。然后你说这OK，段就是，其实好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想法，就是命理上我们不说，其实学医来说，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它大多数社会对这个医学工作者还是比较尊敬的，而且社会地位相对平对稳比较好。对，很多人都是对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职业有一定的向往吧。而且是是是很多这种电视剧啊、电影啊，都会有这方面的是题材，所以很多人都是有一些想象中的东西，但是和实际是，上还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嗯说就是从不孕不育知道针嗯灸疗效，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在西方，因为目前来说，除了针灸治疗痛症之外，最大的就是不孕不育。这个，OK，是已经在德国做了，就是完全符合科研标准的嗯多中心大数据的这种双盲实验。，OK，做这种针对试管婴儿，我嗯们知道试管婴儿它本身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嗯而且的各种种原因吧，但是他们德国做的这个非常大的数据的实验，就是只，OK，要在做试管婴儿期间，定期定量的去做这个足三里的针灸，就可嗯嗯以大概提高50%的成功率。，OK，所以是就得到不管是学术界还是说普通民众的认可程认可，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西方社会从事这个不孕不育辅助生殖技术的这个工作非常多，有的地嗯区已经进到医院作为一个常规项目了。然后加拿大这边是，有一个明星，就是唱那个《我心依旧》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那个斯林嗯迪翁，嗯嗯他是当时就是做试管生双胞胎嘛，是嗯找的蒙特利尔的一个中医大夫扎，OK，针灸，然后效果非常好。嗯嗯之后那个诊所就在北美应该是挺有名，非常多的明星啊，普通群众去帮助他针灸来生小孩儿，然后了，效果也是不错的。等嗯。于是中医的针灸在国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名片在这个。OK，对，这也是我产生的一个疑问，今天想问的，就是说针灸它是一个大的板块儿，那它在里面的话，就是它细节可以分为哪一些领域在治疗上面的？就假设我今天去学了这个针灸哈，那我从业的时候，我应该选择就是走哪条方向呢？比如说像您的话，可能就是正骨类啊。那我有听到客人说的，他的是治疗不孕不育。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领域是可以用到针灸治疗的吗？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啊，就是所有你用药可以治疗的，哦都可以用针灸来治疗。因为它，OK，实际上中医里面是分大方脉，还有针灸，然后嗯还有手法呀，还有导引，是分很多科。它就是适合不同的人、不同的疾病，当然嗯也是跟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说，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还有欧洲的一些地区，针灸纳入保险了。但是实嗯际上这个保险很多地区并不是说像中国的基础医疗保险的这种保险，很嗯多它是属于叫做商业补充嗯保险，就嗯是这个是需要你花钱去买的。一般我知道的，一般大公司他们提供的就是，商业保险的话，一般都会有，就这个针灸的这一部分吧。可能您说的对。这个是属于政府的基础保险，它是没有的。对，我不是说没有，就德国它基础保险也有，但是哦实际上呢，我是说的是医疗分类，就是哦哦我们把医疗行为是大多数地区是分成必要性医疗和非必要性医疗。必要嗯性医疗就是说，你这个人出现一个跟健康相关的问题，你如果不经过正确的治疗，就可能危及生命或者落下残疾，影响嗯你的正常工作生活，这种就必要性生活。所以嗯一般大多数政府的基础医疗保险是覆盖这一块的。嗯嗯保大病，然后保这个基础病，然，OK，后但是你像这些罕见病啊，还有一些影响生活质量的病，它可能这个保险是不负担的。这 OK，个就需要你个人去找商业保险公司，它会承保一些这种商业补充险，它可嗯能去你比如说我这个想生孩子，然后我嗯想提高成功率，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我就是基础保险，我就不断的做试管，不断嗯的做，不断的做，也有成功的几率嘛。但嗯是说我有钱，或者说我有这个保险，我去做针灸，我去做心理治疗，我去做按摩，去做其他的方法，我去锻炼，然后可以让这个成功率提高，这个就是改善型的医疗，嗯嗯嗯嗯，所以它是范围是不太一样的。了解了解，所以就涉及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去学习这个针灸也好，中医也好，我要从业，我去做哪方面，这个实嗯际上是要从你自己分析。就像嗯你刚才说你的本科的背景是心理学，其嗯实完全是可以从心理治疗这块儿来，OK 结合针灸也好，结合中医也好，针 OK，对一些特定的心理疾病，比如这个老王那个观众来信经常会提到的抑郁症啊、焦嗯虑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OK。也是可以通过针灸、中医得到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的。嗯，但是我感觉哈，就是嗯通常心理学这一块儿的话，可能，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如果要去到扎针灸的话，大部分还是属于它可以马上在躯体上感觉到，就是实际的改变和缓解，然后他才会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比较重要。但我感觉好像比如说针灸治疗结合心理的这个治疗的话，感觉好像不太属于就是很必要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吧，我是这么嗯。感觉的哈，就因为你接触的还相对比较少，好，就是从不管是中医整体的理论，还是说针灸这块儿，它都是分形气神。就是嗯你刚才说的，就躯体的疾病，它可能嗯是调形更多一点，嗯，然后还有一些脏腑的可能是调气多一点，然后嗯调心理的就是需要调神了。这个嗯，调神的针灸也好，中药也好，它其实用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太一样的。了解了这个要看你的社会的认可度啊，还有啊。你的这个目标人群，你的自己的这种知识储备都是很重要的。嗯。好，那来结合我这个实际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的，就是您看，比如说像现在我的这个年龄，也是老王说的小少妇的年龄了哈。那我研究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从现在零基础开始去学，那你在国外的话，必须你是要去上中医大学的。那普遍我的了解就是要3年，3年的时间，你可以基本算是一个达到合格毕业吧。然后学完之后3年之后你再去考执照。那，您怎么去看这个3年的时间呢？就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可能现在会考虑的问题就是3年去坚持不断的去进行这种就感觉又返回校园的这个学习哈，你又要工作，要兼顾生活，然后这个学习我相信它的这个内容体系，还有这个压力应该也不小，然后还有当然这个学费的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在我们这种年龄，然后你踏入这个新的跑道、这个赛道，时间和金钱上您怎么看？你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是我们就拆成小问题一个一个说。好，我先说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整体观念吧，就是嗯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访谈，一个女士吧，中年女士，她嗯就说：“哎，我现在想去做一个兽医，但是嗯读兽医最少要花5年的时间。我今年已经40岁了，嗯如果嗯我读了兽医读5年以后，我就是45岁了。”嗯然后这时候主持人就说：“你要反过来想一下，如果你不去学兽医5年以后你也是45岁，但是嗯如果你读了兽医，你45年以后你就是一个45岁的兽医。”嗯嗯这个就是那个我记得看王健的视频，他就特别强调，就是你要有一个愿景，你如嗯嗯，果有一个愿景，那你去付出这个路上的代价，你都会觉得值。如果是是你没有愿景的话，那是。你就是每一项是任何挫折都会觉得非常困难，都会觉得是拦路虎，都是迈不过去的坎儿。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我的客人抛给我的话，我也应该会回答的非常有理有据哈，就可能讲嗯，的也会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属于自己的问题，反正我就总结了也不是的，就是你像我就是跟我前几个视频一起嗯，拍视频这个张大夫，嗯他跟你的背景其实挺像的。他之嗯前在国内一直是，金融算是后端吧，嗯嗯嗯就是应该是做这个
债券市场的，就是嗯国内头部的大的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嗯然后35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内环境，所以就嗯下岗了嘛。下岗了之后，加上他生二胎，种种原因，然后家人的生病啊，他就萌生了这个学中医的想法。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认识时间非常长，就是他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那时候嗯还很年轻呢，嗯嗯然后就完全没有学中医的想法，应该是。嗯然后他就问我说：“我现在想学中医了，怎么办？”我就嗯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嗯然后他就照着这些建议一步一步，应该没有用3年的时间。现在看一些常见的病，效果已经非常好，而，OK，且有一些特殊的技术，应该是普遍社会上掌握的人并不多的，比嗯如一些调脊柱的技术啊，还有这种安纯茹调脏腑的推拿的这种手法。嗯然后这个呢，他现在来了加拿大办移民，同时我就建议他你学一个当地的中医学院，然后也嗯嗯，是大概需要最少3年的时间，然后他才能毕业，毕业之后还要再考牌照，就等对于3、4年之后才能拿到牌照。对，但是这个期间呢，他一方面可以静下心来系统学一下，另一嗯方面他其实可以用一些就是这个社会允许的规则下的你没有牌照的情况下也可以用的中医技术，通过嗯它来帮助别人来治病，来获得收入，维持嗯一个这种财务上的平衡吧。嗯，OK，所以他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有去接触和学习了，然后等于他来到加拿大这边之后的话，再继续去学这个中医学院的3年。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给他介绍了，2位老师，还有3位老师吧，就是他学了3个体系的，都是哦，一种短期培训的。哇，有一个培训应该是，一次2到3天，他去了大嗯概，呃3次吧，还有一个是2天的培训，他去了1次。呃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长期跟的，就是我给他介绍一个北京的针灸老师，我也经常在那个我之前在老张的那个聊天连线里面提嗯过，就是北京的王旭之王老师，他是首都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的老师，出过几本就是给普及的这种中医书籍，嗯嗯零起点学中医，零起点学针灸，嗯网名叫天下无极。然，OK，后这个张大夫呢，当时就是去跟这个王老师去他的诊室跟诊，去学嗯号脉啊，学针灸啊，嗯，这个基础是在这儿打的，但哦，是和这种学校的教育体系是不一样的。明白，说直白一点，就是学校的体制的话，它就是让你把这个基础知识打牢，然后你能够通过牌照考试。嗯嗯嗯，然后你在美国呢，美国其实是有的州是不需要针灸牌照的，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去上学，你只要是确实有这个技术，你去跟当地申请，就是我学过这个，我学的经历，然后我展示你的技术，符合他的要求都是可以拿到牌照，可以走保险。了解，对，就是我加拿大也是这样的，加拿大其实是，有5省联盟，就是5个大的省，人口比嗯较多的，它有成立中医学院，有成立嗯这个针灸协会，所以它是要求要有全国统一的考试才嗯。能够申请牌照。但有一些小的省份、偏远地区的，它可能没有这个，它是有这种协会，你只要满足协会的要求就可以注册，然后就可以走商业保险。所以你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说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全职学习，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去这些地方过哦，渡一下，然后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去学，你再去积累经验，满足条件，也可以再进一步考牌照。嗯，了解。对，我其实刚刚像您说的那个张大夫的那个方法，是我其实个人比较倾向的。就是我一听到学针灸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那针灸就我们中国的嘛，那如果我就特别想回国去找一个这个短期培训班，然后能够快速的去掌握最核心的这种能够用得上的方法，而不是说泡制在一个全日制的学校里面，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磨。我觉得我也是属于比较心急的哈，但是嗯。又想说，哎呀，这个如果我国内短期学了之后，我始终将来要在国外去做这个东西，没有执照，岂不就是小作坊了吗？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在这儿上个3年去跟着把这个过程给走完。那刚刚听您这样一讲的话，其实我是可以选择国内短期去参加一些学习，先打个基础，然后回来之后
在边摸索边看，到底最后要不要走这个全日制学习，是吧？就是老王说了，你先试一试，嗯，试试确实适合走这条路，你对。再花比较大的成本去投入比较对好。对对，这就是我今天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它这个东西，你不是说要尝试的这个成本，如果我直接去报名学校，试错成本太高了。对，试错成本太高，这个学费一来，这个就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去找那种就是有补贴的这种地方。有，嗯，我查了，它啊，有一些学校它是有可以申请这个联邦政府补贴呀什么的。对啊，加拿大这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有 PR 的身份的话，它这个基本是无息贷款，对条件很好，还会给你生活费啊，这种就是基本没什么压力。对，行，而且你也不用说我就盯死这个针灸中医，实际上，可能在北美或者是咱们在国外嘛，就是有些其他的自然疗法也好，还有一些注册按摩师，还有这种整骨疗法，哦，都是可以尝试的。有些可能很短的，就是美国有的地方可能注册按摩师就3、4个月你就能拿到牌照。然后嗯你有这个牌照之后，你再去慢慢学技术，再去应用，不断的在这个牌照上面增加含金量，这个都是可行的路径。，OK，OK，然后正好说到这儿，我就讲一个嗯嗯我身边的故事吧，也不是我身嗯边，就是我身边的人的嗯长辈的经历。嗯我工作时候呢，有一个同事姓潘，他呢是这个民国名医潘树人的后人。嗯，哦，哇哦，潘树人这个经历非常传奇，就很可惜这么有名的医家，在这个中医历史书上可能很难留下什么东西。但是嗯他在民国时期也很有名，解放以后在国内其实也是非常有名，但是因为是体制外，所以嗯嗯没办法。，OK，他的就是我这个同事潘，他的父亲呢是潘树人的第二个儿子。嗯然后他第一个儿子应该是年龄很大，所以就是传统的这种中医的教育，从小童子功就练得很好，，OK，对这个潘树人的这个学术啊掌握得非常好，看病啊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潘这个父亲呢是出生的这个时间不太好，赶上文革了，所以就上山下乡去嗯山西了，就是小学可能毕业或者还没毕业就去山西。嗯当时就是完全没想到说还能继承这个父亲的这个医学这块儿，嗯所以就是进工厂打工啊，这个就一直就在山西就扎根了。嗯嗯结果呢，这后来就改革开放了嘛，嗯嗯开放那些小的国营厂子就没了，没了就一大家子没有活路了，就嗯回北京来找老爷子，就说那哎呀，能不能学学中医啊？嗯这个我听这个潘给我讲的时候，就说这潘老爷子一听这个头都大了，他说：“你这个小学文化水平，中医你怎么学啊？你这字儿都识不全啊，嗯怎么办呢？”他说：“那也得管你，你说我这开个诊所养你们没问题，那我要死了，你这得能养你自己一家人呀。”嗯说：“这样吧，你跟我约法三章，我就答应传你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可别乱想乱琢磨。”嗯就说你的条件就这样，反正你别想跟你哥学的那么全面了，我就嗯教你一招鲜的东西。嗯，第一个要求呢，就是你不要看任何中医的书籍。哦，第二个呢，我就是告诉你10个问题，你把这10个问题背死，顺序嗯也不能变。然后嗯每个问题结果出来就是是否，然后嗯是跳到几，否跳到几，然后这样嗯10个问题问完了，这个方子就出来了，别改，就照这方子开。嗯，我去，然后呢，教了一年，说行，这辈子挺熟，嗯但是呢，你哥在北京出诊，你就别在北京跟他抢生意了，你去天嗯津，然后就哦去天津了，就是一哦炮打响，就成哦了一代名医，这个看病疗效非常好的。，OK，但是他就是现在年龄也很大了，我还有他微信聊天也经常就是哦不会号脉，，OK，然后你跟他讲理论别讲，不懂，就反哦正会看病能看好，嗯，就是这样。我就是所以就是在这种，中医其实一直是就是分一块儿，一块儿嗯就是说这种往高了去的，高嗯屋建瓴，理嗯论很玄奥很深，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实用技术。嗯我是建议就是你先学实用技术，嗯包括原来我们中医药大学有一任校长徐安龙，他嗯专门找
找过我聊天，然后我给他建议就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你大一第1年都学按摩，你先把实用技术先学会，学会触诊，然后你能解决一些常见病，然后你再去，有的人适合搞理论，你再去研究理论这些东西，有的人就是适合实用技术，对对你学的实用技术能养家糊口，能解决人的问题，你也会有成就感，你也能在这个社会立足。对。我就是特别喜欢走实用派的，包括我学紫微斗数也是，就是那种这个其他门派我没学过哈，因为我用不会，我用不会的东西我就不爱学，就是我愿意学紫微斗数，我愿意研究它，就是我觉得它好用，就是真的能找到病因，或者是说能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我一想到要去上3年的这种理论知识，我就退却了，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像您刚才讲的，我就有信心了，就是走实用派，先走实用派，我觉得也比较适合。这是学以致用嘛。第一个就是我有心理学的背景，然后嗯我对哪方面的疾病、哪类的人群感兴趣，我希望能帮到这类人群或者这类疾病的患者，嗯然后我去学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我把这个技术掌握好，之后有余力的时候，我再反过来我去找系统的教科书也好，系统的著作，我再系统把这个基础一点点补实，这样是比较好的。哎，对，这是很吻合我的个性风格，这种方法是很吻合我的个性风格。对，而且现在就是这个 AI 这么方便，网络这么方便，很多资料你其实很好查的。你像我现在去听到一个新的技术啊，或者是以前没了解过的这些东西的话，我就去上网，我让 AI 就你帮我把这个技术的历史脉络、渊源、它的机理、它的操作步骤啊、它的这些适应症，你给我列出来，然后把一些参考资料列出来，然后我再去找，就省了你搜集资料的时间了。是，我们应该要结合这种网络时代、AI 时代，去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去最快的去获得一些我们想要的信息。是，要不然你直接一头去国内报个培训班，多半都是被骗的，被割韭菜了。OK。那您看我这个是我是云南人，然后我觉得我云南的话，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们那儿草本很多嘛，就是中草药就是大省，对吧？所以像在中医上的话，从小也会接触，然后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我真的要去学习的话，您觉得我是就在云南当地，就是看看亲戚朋友有推荐的呢，还是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我想回国直接学一个能用的。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你要以终为始吧，你要学以致用，你不要说我先去找什么人，你就是先看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能接触的人群都是搞金融的，然后搞金融的人他的身体状况是什么，生活状况是什么，他容易出现什么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我可以选择哪些技术，然后我现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我需要哪些牌照，然后你去一个一个把这个拼图拼好。了解。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中医传统的思维，就是我们看那个扁鹊参公列传嘛，就是扁鹊就是这样的。他到了某一个国，说这个国家就是大家很尊重女性，然后很尊重小孩，那他就去看妇科、看儿科。然后去了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很尊重老人，他就去看老人科。然后这个国家就是很尊重战士啊，那他就看伤科。就是你要看你的市场，跟着市场走，跟着自己的兴趣。要不然如果说，我就是想看妇科，对吧？我想多见见美女，妇科的病人不认可我呀，对吧？那你就没有市场。是，就是你像我，其实在国内，我在和睦家也是跟他们这种产后康复的团队，基本上从零开始，我们就是磨合过一段时间，然后技术啊、理论啊，包括市场怎么做，都是很清楚的。这个和睦家的这个张博士都带过我。但是你去做这个产后康复，技术上是肯定没问题，但是市场不一定认可，对吧？而且很多女性其实，观念啊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没有必要我去硬去做这个东西。明白，就是要顺应市场。顺应自己内心吧，就是你确实想做这个，然后做着你自己觉得舒服，你再去做。
好，了解，明白。你像有的人就是觉得，心理问题的这个人群可能负面能量比较多呀，他就避之不及，然后那你就没办法看好他的。是是是，你首先有同理心，然后嗯，你也觉得他们这个痛苦确实很痛苦，你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你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才能学好这个东西。是是是。好的，行，那我觉得，呃，我又找回了一点儿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个信心了。我前两三个星期开车，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突然有一天吧，又觉得，哎，不行，我要坚持，我得要去做。然后隔两天吧，又动摇了，哎呀，不行，算了吧，我又不缺工作，我又不是说现在职业迷茫，我就纯粹是属于好像有这个呼唤，就呼唤，就灵魂有这个声音在告诉你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天天你这就是偶像包袱太重了，嗯你得把偶像包袱放下，就 嗯 just do it，就嗯干就完了。，OK，你看那个张大夫，他从北京来加拿大，第一个礼拜就有人找他治病了。他说没来的时候就有人跟他约诊了，他就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第一个帖子，就说安纯如按摩法，然后登录哦，温哥华，啊，写的很简单，就是几十个字，什哦，么都没有。然后很快就有人去找他约诊，约诊完以后效果好，就把嗯，身边朋友全介绍到过来找他看。哦，那基本上就第一个月就全都约满了。那我懂了，嗯，我懂了，我思路打开，我觉得一定会要有意愿嘛，就是嗯确实是这样。有的人可能，你像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想说，哎呀，国内做骨科做的有点烦了，我说要不然来这边做安纯如为主吧，因为嗯我们那个医院原来就是安纯如的后人安广林，他在嗯这，然后包括任教授啊，我们学过这些。嗯但是国内的环境，你一天门诊看200多人，你根本没法做这种东西的，这种高端技术没法做。嗯然后来这边想做吧，就是你去找一些当地去做讲座啊，去宣传让人体验，结果发现这边市场也是不认可，嗯那就没办法了。嗯，但是就是还是分人，你像张大夫这个颜值比较高啊，这个性格也好，反确实是，正就是他一来就能做得起来，我做就不行。啊，医缘哈。嗯。好，我觉得今天跟您聊了之后，我觉得我内心最大的那个石头给得到了被挪开了，就是你可以先去用起来，先做起来。你这个上不上大学、考不考证的，你可以边用边再去这个再说。我可能一开始我就想的不行，我到底要不要报这个名？我到底要不要去准备这个入学？就很多思想都禁锢在这一块儿了。那我觉得我现在就轻松很多。嗯就是想都是问题，做嗯。就没问题了。就是遇到什么过河搭桥，这个过山开路就完了，没有嗯，那么多困难的。行，好的，明白，明白。好，我看看我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那我给观众们提个问题吧，就是你看，像我看我们频道的观众哈，就是有在国内的，有在国外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大环境的经济问题，就是新移民他也有新移民面临的这个职业规划的问题。那像在国内的，他们就是自然也会有受到一些这个行业的问题。所以您如果站在一个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两个大环境的话，您有做就可以给一些什么对比吗？就是如果说这个观众他是在国内想要从事这一块儿的话，您觉得结合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话，您是怎么看的呢？这个你一问就问题就特别大，别大，这个咱们从小的来吧。其行，实这个真的是不能说全都一波轰，就是国内好多就特别喜欢一波轰。就嗯本来说这个中医推拿按摩是很好的一个行业，但嗯是90年代下岗潮以后，这个高官大笔一挥，这个下岗工人都去学按摩推拿吧，学保健推拿，这个嗯就把整个行业都毁了。嗯是不是？现在你好多人都不觉得这个按摩推拿能治病了，嗯就变成其他这种行业，就跟泰国完全相反。嗯泰国其实原来最早就是按摩就是色情行业的代名词，
哦，但是本身泰国它是有皇室嘛，所以他觉得这个对这个国家形象不好，所以他请了中国的中医专家去给他们做顶层设计，就是你要做出一套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有这种泰国特色，然后所以在他传统的按摩当中做了一整套规范操作，然后进行这种系统培训，开学校，然后做这种行业规范、行业整管。现在就是泰国按摩就已经是国际上都很认可了。中国这个按摩本来是比较好的这种医疗技术，现在就慢慢越来越滑坡了。OK，了现在解。愿意学的人都不多。你要说改行呢，这个真的是要看人的。你像国内很多一改行就全都去做外卖骑手啊，去开滴滴啊，这个其实有的人可以适合这个行业，可以做得很好，有的人不适合，你做的又辛苦又挣不到钱。所以还是因人而你的本身的跟人的沟通能力，你的思维能力、逻辑能力能不能行？你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当时应该是经济还不错的时候，我因为要去深圳开一个会，从北京坐这个卧铺，当时就是不想那个太赶嘛，然后就坐卧铺一晚上时间，跟我同一个卧铺一个女士吧，原来是这种高校的老师，语文老师，教汉语言的，就表达能力还是不错的。她就是改行，她听说我是中医，她说：“哎，我现在做一个行业，这个行业非常伟大，它是对人的健康很好。”我说：“那你就给我讲讲吧。”最后她就是卖膏药，是传销的卖膏药。OK，我说：“你这个讲的很多不对，你不能光看产品，你要看实际情况。你这样做既不符合中医的原理，也不符合你这个产品的逻辑，而且你跟我说这些东西就没有一项是说对的。你只是拿这种话术去骗人，不是说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好，你真正解决别人的需求，然后满足别人的需求，你才能挣到钱。”然后就给他说的很不高兴，不太开心吧。这样，就是你如果我去卖这个膏药，我肯定卖的比他好。我有相应的基础知识的储备，我有这种临床经验的积累，然后我也有逻辑思维。然后你要说话，说实话，就是你如果做医疗行业，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其他的健康，你首先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你要把自己销售给需要的人。你怎么让他认可、获得信任？怎么能够通过你的技术、你的智慧、你的知识解决对方的问题，你才能挣到钱。这就是涉及到刚才这个保险的问题。商业保险的问题，因为这边很普遍，所以就衍生了大量的从业者，他可能就是完全是吃保险的，就是你完全是符合保险公司的规矩去做，对，然后最后结果就是患者看了没解决问题，他不满意，然后保险公司觉得你这个报销的钱太多，他也不满意，然后呢，你又觉得做的很辛苦，就是三方都不满意。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险的一个现实写照。他在抄袭商业保险，美国的商业保险，但是又没抄到精髓，把不好的地方都抄到了，所以就是问题就放大化。然后北美这边的商业保险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逻辑清晰，就是我们现在是三方，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作为医疗从业者，你跟保险公司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你要解决的问题是患者的问题，然后患者是应该为你的服务付钱，但是因为有一个保险公司就把这个关系变复杂化了。是，然后对，商业保险公司什么逻辑呢？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他要做大数据，看同样一个病，最贵的花了多少成本，最低的花了多少成本，这两个我都要砍掉。这是从科学上来讲，就是从商业上来讲，你如果做保险公司，你要赚钱，你一定是要这么做。最后让大家定一个平均线，定完平均线之后，我要把这个标准一降再降，再降再降，把成本压到最低，这样我的利润才能更大。这是保险公司的立场。对，所以你看去年的这个新闻，就是保险公司就会出现这种很大的矛盾嘛。所以你如果以后要选择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清楚，就保险公司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明白。你像我的患者，其实大多数都不是商业保险，都是自己花钱来看病。只有真的是他愿意为这个服务愿意
愿意为他身上这个疾病来付费，我觉得你这个才是有足够价值的。了解，就是中医讲的中医六不治，第一条就是重财轻命不治嘛。不是说不给你治，是说如果你过于看重这个财物，看重的比你的身体比你的病还要重的话，是很难治好的。最典型的就是鲁迅的父亲嘛，对吧？有道理，是，确实是。对，就我们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研究疾病，研对，究技术，怎么提高技术，怎么把病人尽快治好，这个是你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说我怎么研究保险公司的漏洞，我怎么去把保险挣到更多的钱。对，是，没错，是的。那我们现在线上有观众吗？评论区有没有观众提问？这看着好像就5个人，就5个人，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要是看一下，看起来没有人留言啊，大家这个不太活跃。毕竟我们还是小众嘛，还是小众，很正常。对，好的。那您看看，那还有今天这个话题还有什么相关？您觉得可以应该分享给大家，就是针对一个转换跑道入门，或者最简单，或者用最总结性的来给大家一些什么？也没什么总结性的，就是给你一些具体建议吧。对，我觉得你先看一下，就是我觉得你去第一个就是去实际体验一下。你去找 RMT 也好，去找这种整骨疗法 Orthopac 也好，Chiropractor 也好，你去试一试，看看他不同的从业者大概是什么面目。OK，倒不是说我去评价这个技术怎么样，就是明白。他的这种诊所的运营的模式是不是你喜欢的，你能不能接受？然后你觉得他这种工作环境你能不能行？然后这是体验，就是你从病人的这个角度去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去做个 part time， 你说我去做前台也好，或者说去帮你做一些这种 paperwork 也好，然后去到里面一下运营一下它的运营状况。就是成功的诊所都是一样的，不成功的诊所就是各有各的不同。了解。就是你大概了解一下，然后就是基础知识，如果你是对这个感兴趣，你用 ChatGPT 也好，你去找一些这种现实的教科书也好，我觉得你看一些这种历史书是比较好的。比如中国医学史啊，或者说是讲这种 Chiropractor 的历史，讲这种 Orthopac 的，还有这种注册按摩师、物理治疗师的历史，都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这个在青霉素发明之前，整个这个西方医疗它是分化学派和物理派嘛。但是因为有这个抗生素之后，就是制药公司的势力一下变大了，所以就化学派就占了上风。所以物理派这些就是传统的这种 chiropractor 也好 Orthopac 也好，物理治疗也好，都是变得比较低的。但是你去看历史就能看到，以前有些病不是说这么难治，有些病用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可能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然后还有好多这种社会的历史，也是跟这些医疗行业的纠纷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比如这个马斯克他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有钱啊？他的家族就是在加拿大这种 chiropractor 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吧。基本上是某个省的这个协会就全都被他们家成员垄断了。马斯克之前应该他们家就是在他们家族里是最穷的。但是你看他自传，就是他小的时候就可以开私人飞机去沙漠里面去旅游。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家族势力太大，所以在加拿大 Orthopac 整骨疗法就发展不起来，在美国就发展的就很好。美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你像中医，好多人就是觉得不了解历史嘛，就说中医针灸什么没得到主流认可呀什么，其实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主流嘛。他觉得物理治疗师是主流，实际上物理治疗师跟针灸他成立协会成立这个立法
进入到这种保险体系，基本上是前后脚，都是74年还是76年，就是前后脚就差1-2年。然后注册按摩师比他们还要晚。就是，但是你想想，就是这些证书协会没有成立之前，实际上这些行业这种从业者一直是在社会上存在的，他们也能存在得很好，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群众基础。比如你像我看chiropractor 的一个人的写的这种传记吧，就是讲他们这个祖先的这个诊所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就是通过 chiropractor 的手法来治疗流感，治愈率非常好。那当时实际上你化学药物没有那么强，然后西班牙流感死了很多人。他说他们诊所的患者记录没有一个死的。就长期接受这种 chiropractor 治疗的也没有死。那当时还有大量的这种中医开中药也好，针灸也好，都是从业者，他们没有牌照，甚至就是非法行医，但是他解决了他身边人的问题，他也通过这个赚钱活了下来。我看加拿大的这个历史书，就是有一些写的传记，就写的非常有意思。说当时修铁路挖这个金矿嘛，但是当时技术也没那么好，炸药有点太猛了，受伤了，华人也受伤，那西人也受伤。然后华人受伤就是有这种华人里面他学过这个正骨的，就把正打个夹板，打个石膏就好了。然后当时没有那么先进，然后那西人的矿工就要截肢啊。那你当时条件你截肢的话又没有社会保险，你这个一个家庭就垮了。那人也不傻呀，那纷纷就去找当地的这个会中医正骨的人去做，所以这个中医正骨就在这个加拿大就立下根了。然后慢慢他就和这个当地的这种欧洲的传统的正骨啊 chiropractor 啊，他们就融合，就成立了这2大流派。所以你去看这个学校的话，其实能看到很多中医的影子的，包括他的理念，包括他的一些方法，对人体的看法，都是非常有意思。我其实也是特别，就是像在学一个新的东西，接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我对这个行业的历史，我也是特别有兴趣。就包括我之前刚开始去考那个人寿保险执照的时候，我也读了2本关于美国人寿保险它一个起源的一个历史书，它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去写的关于人寿保险的这个发展史。他并不是站在一个金融师的角度去写的这本书，而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就会讲到就是18几年，就是最早起源于波士顿，就是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去买人寿保险，和人寿保险在美国起源的时候受到社会上的什么非议。因为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就觉得你把人的生命用金钱去定义，就是你死了我给你赔钱，这个事情在起初的基督教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是很排斥的。包括给小孩子买保险呀什么的，就受到很大的争议。所以这个人寿保险一步步走到今天，它在它的历史长河里面也有各种打过官司呀，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立法呀，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也像您刚才讲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业，你从历史去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是，我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书，你也可以就是当做故事书来看一看。就是有一套书叫做《明老中医之路》。OK。它基本上就是国家级的这种名老中医，他写的一些自传的回忆，就是怎么踏上这个学医这条路啊，然后怎么去提高技术啊，怎么去成为这个名医吧，就是很多故事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跳着看，自己感兴趣的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激励人的。行，那我觉得今天您节目里提到的这些书，到时候你也可以在那个节目的说明里面给大家打出来，有兴趣的观众我们都找来看一看。没问题。行，好的，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吗？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我记得好像我记得好像你列了几个问题，我看一下手机的记录啊。好。我觉得我就最大的那个困惑的时候，您帮我解决了。好像都说过了。对，都有提过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觉得
你学中医，你或者说学这种医学常识，你也不一定要有负担，就是我一定要从业。嗯其实你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学一些实用技术，学一些这种基础理论，嗯第一个可以学以致用，就是解决一些小的小伤小病、小问题啊。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防骗子嘛，就是嗯现在这种不良的信息啊，骗子太多了。就嗯是他拿个中医的概念也好，拿个什么高科技的噱头也好，就是骗老人啊，骗小嗯孩啊，骗女士啊，这个太多了。就包嗯括老王这个前几天讲这个性能力的锻炼嘛，这个嗯其实我知道国内有些培训就收的非常贵，但是教的就是特别垃圾。嗯然后比如我看过有一个这个收费可能收20-30万的，然后他是怎么给这个男士就是早泄的这个治疗脱敏呢？他讲的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拿这个沐浴乳放在手心，然后嗯它就润滑了嘛，然后你再去用这个龟头和这个手掌心去摩擦，嗯就是嗯就是刺激这个龟头，让它这个没那么敏感嘛。嗯然后这个实际上你要有医学常识，你就知道这么干绝对是会起反作用的。因为那个沐浴乳啊，它是化学成分，那个刺激量比人体的体液也好，这种商业的润滑液也好，那个刺激性要强太多了。你用完以后，确实你变得没那么敏感了，但是你的身体的损伤是非常大的。了解，所以明白，就是说，其实从基础的医学知识的话，应该是每个人在关爱自己身体都应该要去学习的，并不是说我要从事这个职业我才学，而是你对，对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帮助啊，就像您刚才讲的，谨防一些什么江湖骗事，也是，我就是特别推荐那个我认识的好多新移民，我说你们先去红十字会参加一个2天或者3天的一个急救培训，他嗯，会好多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紧急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什么原则，应该去找哪儿，你对家里应该常备哪些东西，你心肺对复苏怎么做，人工呼吸怎么做，怎么包对扎，这个你去学一下，只是有利没有坏，而且你有这个证书之后，你找工作都好找嗯，是，啊，而而且我且也是很实用。对，我都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特别缺乏这一方面最基础的常识，就是人体的最基本的常识。真的，我现在要是有个什么突发事件，什么小孩子吃东西卡了噎了，我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是这个就是红十字会那个急救都会有的，海姆立克的这种急救法。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跟那个国内的教育体系，它其实是很大的缺失。对对就是它对生老病死它是完全忽略的，就是你对见不到生，也见不到死。然后对，你老病的话，你都是排除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学嗯，校教育就完全没有。在这对，边我觉得就很好，你像我儿子刚上这个 kindergarten，啊，嗯开学刚1年级嘛，他们去嗯年的时候，小学高年级有一个学生就是因为旅游意外不幸嗯去世了。嗯嗯然后你要是在中国的话，你像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有同学里面就突然去世了，嗯，是，老师就一概掩盖，这个家长就完全就希望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对这边就反过来，这边就是全校通对，告说某某同学去世了，那我们应嗯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嗯你怎么嗯看待死亡？每个嗯，人都不可避免要死亡的，你对要提前做好准备。然后这个我觉得，然后我儿子就开始跟我讨论这个，哎，这会不会死啊？这个姥爷是不是去世了呀？然后他就会问这些问题，然后你去跟他讲，就很自然的他就接受这些概念了。不是。然的话，对他来说，你突然如果去世一个亲人，他这个是很大的冲击的，心理上。我您刚讲到的这个学医就是这样的，对，我高考那一年春嗯，节，初一到初三就是整个家族的人都聚在一起，很开心的。然后到了初四的时候，我爷爷就说：“哎，那差不多了，你们就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吧。”啊，尤嗯其是我当年高考嘛，然后就说当然这个还得高考复习呢，你就早嗯点回去吧，该上学嗯上学了。然后就大家就都回家了嘛，回家嗯以后第二天就打电话，爷爷就去世了，嗯就回来，你看到尸体的时候，你就冲击是非常大嗯的。嗯那我就觉得我就要学医，嗯，您我就得刚讲要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您刚讲到这个死亡的问题，我觉得我感触是很深的，因为我做的这个金融产品就是人寿保险嘛。就嗯我觉得我跟老外客人去谈这个产品，就比如说，哎，你发生什么意外，这个东西能给你的家庭提供什么保障？我在讲到跟老外在讲到死亡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没有负担的。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认知，都会能接受，因为这是一个客观问题，你每个人都会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跟中国客人去讲，你得要非常懂得这个语言的艺术，因为中国人特别忌讳你跟他提死亡这两个字，特别是广东人。我觉得主要是现代中国人，其实以前中国的对死亡的观念不是这样的。是哦，OK，嗯，然后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温哥华有个网红叫三木，他是这个列治文殡仪馆的，他就天天在网上就在说这些事情，很有意思。他也有个油管频道，你可以看一看。行，好，反正我就觉得，哎呀，说到这儿了，我就想说再推荐另一本书，就是我在老张那儿也推荐过这本书。这个书现在的翻译名字叫《勾勒姆医生》，嗯以前叫《人人应知的科技》，嗯啊，嗯里面这是其中的一册，就是科普书，它就嗯是讲医学上我们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疑惑，然嗯后讲比如说安慰剂到底是什么，嗯双盲实验是什么，嗯嗯然后你发生疾病、发生死亡这些时候，你如果面对一些这种疾病的选择，你应该怎么处理？嗯然后他会这种开放性的探讨的问题。嗯然后你去如果是准备从事健康行业，或者你不准备从事，你对这方面感兴趣，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嗯，书。我觉得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好，们在医学院里面学的那个医学伦理就太正规了，你用那嗯种理论，你去跟患者解释，患者根本接嗯受不了的，嗯嗯嗯，那都是就是太高大上了。不接地气，不接就是地气，共产主义理想一样，就嗯是非常好，非常正确，嗯但你太不近人情了，嗯。不通人性。嗯，是，行，好的，我觉得今天应该收，我觉得今天是蛮有干货的一期节目，那就段医生到时候把这个相关推荐给大家看的书放在你的好，这个说明栏。那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然后等好，过段时间我开始在这个领域上有什么新的体验和收获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来分享一下。好，可以再继续第二期连线，你有对，其他方面的咱们也可以连线，都无所谓。好的，好的，行，好那今天先这样，的，好感的。谢这种各位观众，感谢一涵，好，谢谢，谢谢段医生，拜拜。拜拜。